程大哥呢，干脆就给大家各发了一瓶菊花茶，心里想着苏腾为了让他们在妹妹面前说好话，也是大手笔，每次过来都请全武馆的人吃东西，大家想吃什么，他就给大家送过来，人人有份。不仅如此，有时候还会吃不完。那么多人，每次需要花钱的钱，那对于他们普通人来说，真不是一笔小数目。用程庆的话说，他那点收入，请全武馆的人吃东西能请几次？程大哥心里想着，他的收入在武馆诸多教练当中是最高的，也做不到像苏腾这样，不愧是大公司的老板呀。苏腾那是毫无人性。程大哥给大哥发菊花茶的时候，也留意着外面那两个傻蛋，看到苏腾和妹妹还没有进来，他在心里腹诽着，苏腾应该是对他妹妹一见钟情，才会千里迢迢的跑到云城。虽说苏腾是出差，但看苏腾晚上都不用应酬，想来苏腾出差的事情都处理好了。但是人家不走呀，一副要留在程家过年的架势，什么意思吗？那当然是瞄准了他的妹妹。还有苏腾和妹妹刚认识不久，哪怕妹妹帮过苏腾，苏腾说是救命之恩，程大哥觉得是他妹妹出手太快，爱管闲事才会帮了苏腾的。事实上，凭着苏腾的身手，那晚上拦着苏腾的飞车党，怕都不是苏腾的对手。就这样，他妹妹成了苏腾的救命恩人。妹妹对战少夫妻俩的爱情感兴趣，苏腾就千里迢迢地赶过来，接妹妹过去一起出席战少的婚礼。程家是远在云城，但管城战家太响亮了，他们上网随便搜一下，都知道管城战家是什么样的家族，家族里的当家人战少，他的婚礼岂是程庆能参加的呀？那若没有苏腾带着，若是苏腾身份地位不高，他也没有能力满足程庆的好奇心，更不会促成程庆和战家的。这大少奶奶成了君子之交，就苏腾不知道未来的大舅哥心里怎么想他的。他车上的东西都搬空了，就只有放在副驾驶座上的那束花。程庆往车上瞄了瞄，问他东西都搬完了吗？你这辆豪车开出了货车的感觉，每次过来都塞满了东西。程庆打趣着他。苏腾笑道，就是为了能塞东西，我才买轿车的，否则我都买敞篷跑车了。他绕过车身，来到了副驶座前，拉开了车门，抱起了那束花，再拎起了一个保温饭盒，然后转身就将那个保温饭盒递给跟过来的程庆，对他说道，怕你抢不赢他们，另外给你备了点，放在保温饭盒里，应该还热着的。程庆边接过饭盒边笑道，你的车上时刻都备着保温饭盒吗？每次过来给他送东西吃的时候，都是用的保温饭盒，是时刻都备着的。你们云城太冷，不用保温饭盒，很快就冷了。说着，苏腾将那束花递到程庆的面前，眼神深深地锁着程庆俏丽的脸，温沉的到路过花店，看到那些花很漂亮，便买了一束送给你吧。程庆没有多想，笑着接过了花束，是挺漂亮的，我一眼就喜欢了。谢谢你啊，苏腾，这束花我好喜欢。苏腾咪咪的笑，你喜欢就好，你喜欢就好。就怕他不喜欢。走吧，进去吧，外面冷死了。程庆抱着花束，提着保温饭盒，招呼着苏腾进了武馆。就苏腾跟着他走，大家看到程庆抱着一束花，看他们俩的眼神便带上了暧昧，连那些小屁孩都觉得程教练抱着那束花似乎有什么不一样了。程庆走向大家，程教练，这束花好漂亮呀。程教练，你要吃烧烤吗？我们快要吃完了哦。程教练，苏叔叔给你送的花吗？苏叔叔为什么送花给你？程庆笑道，你们吃吧，能吃完就吃完，我有得吃，苏叔叔另外帮我准备了一份。你们苏叔叔说路过花店，看到花店里的花很漂亮，
就买了一束送给我欣赏花的娇美。怎么样，漂亮吧？我也觉得花束很漂亮，我喜欢。众人都夸着花束好看。程庆的那些师兄弟们看看大大咧咧的程庆，又看看笑得像狐狸似的苏腾，最后都看着程大哥。程大哥只是瞟了妹妹两眼，就坐到他平时休息的桌子前，就边吃着烧烤边喝菊花茶。大师兄几名教练凑到程大哥的身边，其中一人小声问道：苏腾这是向我们师妹表白了吗？但看着又不太像，师妹的反应不像是被人表白，她笑的那样自然，也没有害羞。苏腾说是路过花店，看到花店里的花很漂亮，就买了一束过来送给师妹的。这么蹩脚的理由，师妹居然也信了。看师妹那副傻样子，被人卖了还会帮人数钱。师妹整天跟咱们混在一起，性格男人化又大大咧咧的，没有苏腾那么多的心眼儿。苏腾不明着跟他说喜欢他，他都不会多想的。师妹老是相亲失败，嫁不出去，咱们兄弟几个人都有点责任的。他是跟咱们混得太好了，把男人都当成哥们，可不是吗？我对师妹实在没有男女之情，否则我娶了师傅，也省得馆长他们天天愁着师妹的人生大事。准确来说是师母愁着，师母还经常骂馆长当初要带师妹入门，导致师妹性格男儿化，没有女孩子的娇娇滴滴。他们也觉得师妹这样的性格当哥们很适合，但是当老婆吗？他们是真的没有那方面的想法。与师妹相亲的男人，听说师妹拳脚功夫厉害，连见面都不见就跑了，没有勇气。他们觉得那些没有勇气的男人也配不上师妹，那还是苏腾最适合。不过苏腾是真的好，很适合师妹的。师妹太过于纯净，也过于忠直，就需要苏腾这种狡猾如狐狸，有着800个心眼的男人。苏腾有足够的能力护着师妹，让师妹可以保持着她的纯净。那也是苏腾是很好，会赚钱，身手好，脾气也好，非常有包容心，每次过来都能和孩子们打成一片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程大哥扫了大家2眼，苏腾给你们送了那么多吃的过来，就还堵不住你们的嘴。大家笑道：大师兄，我们不是被苏腾收买，都是说的实话，苏腾是真的很好，很适合咱们师妹的。有位教练小声地说道：我看苏腾也很喜欢咱们师妹，主要是师妹遇到的年轻男性，除了咱们这些师兄弟，就没有好一点的了。馆长和师母又愁得不行，若是苏腾不好，我们也不会赞成苏腾追求咱们的师妹。我看师妹和苏腾相处的也很好，就是我总觉得师妹对苏腾没有男女之情呀，她对苏腾和对咱们是一样的。她这几句话让大家都不由自主的点点头，深有同感。师姐妹也不少，但就是程庆这个师妹让他们忧心，主要是程庆习惯性的那将男性当成哥们，他们也很无奈。他们也想过帮师妹介绍男友，但是师妹要求对方会拳脚功夫，不会拳脚功夫的听到师妹的威名后，有些人偷偷的到武馆观察过程庆，看到程庆拳脚功夫厉害，生怕降不住程庆，最终还是和那些相亲对象一样，没有了下文。程大哥笑道：你们其实就是被苏腾收买了呀，包括我这个当大哥的都一样。苏腾有超能力，不知不觉就把我们哄了过去。不过他是挺不错的，配我们家程庆绰绰有余。我又不怪你们，咱们玩闹归玩闹，都是为了程庆好。观察了苏腾这么长时间，他但凡有一点不好，我都不会由着事情发展的。用你们的话说，程庆这丫头呀，习惯性的将身边的男人当成哥们，就看苏腾怎么让他开窍了。我是欣赏苏腾的，就是远了点儿。我一个妹妹
嫁去管城，那么远，1年都回不了2次。众人说道可以让苏腾在云城买房，他生意在这里，那在这里买房也不会浪费钱，有价值啊。程大哥沉默了片刻后说道，这些事以后再说了，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，也管不到，顺其自然吧，苏腾会解决的。他觉得苏腾不仅仅是生意人，因为苏腾太能干了，人脉也太广，让程大哥觉得他深不可测。那众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也只能顺其自然了。程沁不知道一般师兄弟在背后讨论着他和苏腾。他在他的办公桌前坐着，放下了那束鲜艳的花束，打开了保温饭盒的盖子，没有烧烤的呀。苏腾说道，放不进去，你先吃着，我去帮你拿烧烤。他们还没有吃完，菊花茶需要吗？帮你拿2瓶过来。要呀。苏腾笑着走开，去帮他拿烧烤，就每一样都帮他拿了一点。相处了一段时间，程沁喜欢吃什么，他都摸得一清二楚。在接近程沁之前，他是上人调查过程沁，不过调查到的结果跟自己相处后感受到的结果还是有点差距的。他觉得真实的程沁更吸引他。很快呢，苏腾帮程沁拿了烧烤和菊花茶过来，然后他在他的对面坐下，就他喜欢坐在他的对面，看着他吃。你不吃？程沁拿起了一只烤中翅，边吃着边问苏腾，你去哪里打包的烧烤？味道很好，我在云城吃过不少烧烤，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。苏腾笑道，你喜欢吃，下次我再去那里打包过来给你吃吧。他没有告诉他是哪一家，他自己去吃的话，他就没有表现的机会了。程沁，这束花，我是说，那你收到这束花有没有什么想法？苏腾鼓起勇气问他。程沁吃完了一只烤中翅，又吃烤鱿鱼，边吃边说道，有什么想法？有呀，我就觉得这束花真漂亮，不知道是谁养出来的花。养得真好啊，让我养呀，早就养死了。还有，我收到花束，看着玫瑰花，想到了玫瑰鲜花饼，忽然间就想吃鲜花饼了。我现在就下单买点鲜花饼回来吃啊。说着，程沁拿出手机就要网购鲜花饼。我帮你买吧，我有朋友现在那边旅游，让他帮我捎点鲜花饼过来，绝对比你网购的好吃。程沁说道，除非吃他们现做的，否则买的和网购的没什么区别吧。听说新鲜现做的很好吃，明年有空了我也去旅游，尝尝人家新鲜现做的鲜花饼。苏腾没说话，他默默地给自己的手下发了信息，让人立即飞往南省学做鲜花饼，然后回来给程沁做新鲜的鲜花饼，要保证味道跟南省那边的一样，这样程沁不用去那边旅游，也能吃到新鲜现做的鲜花饼，至少比网购的好吃。程沁网购很喜欢用某多这个平台，他说便宜。苏腾无数次想让他不要在那个平台买东西，又怕他说他有钱人，无法理解和体会普通人的难处，最终他选择了沉默，尊重他的喜好及选择啊。你真帮我下单了？程沁见他放下了手机，问他。苏腾嗯了一声，我给你下单了，你等着收货品尝就行，先给他网购，等他的人学会了做鲜花饼后，再做给他吃，给他一个惊喜。多少钱？我还给你。程沁问道。不用，又不值什么钱，我请你吃的。苏腾都不好意思说他其实还没有下单的。程沁也不跟他客气，他说到等会儿回去吃了饭，我们去买衣服，我帮你买件外套。云城的冬天很冷的，零下10几20度都会有，你是南方过来的，怕是顶不住，看你大冷的天还是风度翩翩的。苏腾，健康最重要，可不能只要风度不要温度呀。苏腾笑，我常坐在办公室里，里面有暖气不冷，就出门的时间很少，不过云城是真的冷，
我们管城那边也就是冷了1个星期，而且我们的冷跟你们简直没法比。现在管城白天的最高气温又冲到20几度了，看来过冬应该去你们管城才舒服。那是啊，要不要考虑去？程庆愿意去管城更好了，等放假吧。现在就算去了，也只能是待上几天，几天后又要赶回来放假了。带上我爸妈他们，全家人去管城旅游。我爸妈还没有去过管城。苏藤校，你们决定去的时候跟我说，我帮你们安排酒店住宿，我给你们当导游啊。程庆想说那样太麻烦他了，话到嘴边又改变了主意，点了点头，说到时候就麻烦你了。苏藤在云城的时候，他招待了他，他去管城，他招待他，那就是互不相欠了。程庆，除了鲜花饼，你还有其他想法吗？苏藤回到了正题上。程庆看着他，他也看他呀。2个人对视了片刻后，程庆试探地问，那我还需要有什么想法吗？觉得你给我送花是喜欢我。你喜欢我，我知道呀。我也喜欢你，咱们若不是相互喜欢，也成不了朋友。苏藤沉默片刻后，低沉的道，你没有想过我对你的喜欢不是朋友之间的喜欢吗？而是男人对女人的喜欢。你是男人，我是女人，你喜欢我不就是男人对女人的喜欢？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说的是程庆，我爱你，想追求你，不想当你的哥们，只想当你的丈夫。苏藤一鼓作气地说出了心里话，是被程庆的反问气到的。然后他一冲动就说了个清楚明白。免得他不明白。苏南说总要向他表白，他才会知道他对他的感情。他不说，他又大大咧咧的，哪里会知道呢？苏藤说话的声音也有点大。他说完后感觉到气氛不对，武馆里本来闹哄哄的，瞬间就安静了下来，就大家都看向他们俩。苏藤看看大家，再看向呆愣的看着自己的程庆，一张俊脸渐渐地染上了红云。他应该找个只有2个人的地方，布置现场布置的浪漫一点，然后再向程庆表白的，而不是在武馆里大声地说出来。那么多人看着，都是他的师兄弟学生们，他会不好意思呀。程庆伸手过来摸了摸苏藤的额头，又摸摸他的2边脸，嘴上说到额头体温正常，就是2边脸红的厉害，但不像是发烧。苏藤，你说的是真话啊？苏藤顾不得此刻成为众人眼里的焦点了，他捉住了程庆的那只手，拉下来，认真的看着他，认真的道，程庆，你听着，我没有发烧，也没有鬼上身，更没有烧糊涂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我对你一见钟情，爱你爱了一段时间了。苏藤对他一见钟情，就她这种武职力很高的女孩子，别人不是嫌弃她粗鲁吗？不是嫌弃她性格像男人吗？不是嫌弃她以后会家暴吗？苏藤这种见过无数美女的大总裁，竟然对她一见钟情。程庆心里满是问号。那个苏藤，我忽然想起来了，我有点急事要出去一趟，我先走了。程庆连忙抽回了手，连烧烤也不吃了，抄起手机撇下苏藤，跑出武馆。苏藤起身就要去追，却被程大哥拉住了。他扭头看见是程大哥，他只得好脾气地道，程大哥，我出去看看吧，你现在别去，让我妹静一静，想一想，他不是不喜欢你，他是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个消息，就来接受你对他的是男女之情，并不是朋友之情。苏藤说道，外面很冷，下雪了，我怕他会冷着，你会冷坏，他都不会。我们是土生土长的云城人，打小就习惯了这样的冬天。你不一样，你从管城过来的，就管城那边可以说没冬天呢。程庆不会冷着的，你不用担心，让他出去吹吹风。
冷静冷静，好好的想一想。程大哥还是很了解妹妹的，你这突然就表白，他没有心理准备，一时间心乱而已，没有大问题的。你也是就不会等时机成熟点再表白的吗？送一束花给他，他就能明白你的心思。苏腾抿抿嘴，说到送一束花给他，他不会明白我的心思，所以我需要说出来，不说出来，他可能一直都不明白。我送他一卡车的花束，他想到的就是这些花，能做成多少的鲜花饼？程大哥还真有可能是那样。程沁不敢也不会胡思乱想。爱他呀，的确要说出来，让他知道啊。程大哥、程沁这样匆匆的出去，真的不是逃避我，他会不会嫌弃我太老？我也就比他大了10岁零4个月而已，他虚岁比他大11岁，不过认真算的话，也就是大了10年零4个月。程大哥好笑的道：谁嫌你老了？要是嫌你老，你还能住进我家里？我妈早就拿扫把赶你出门。我妈不敢，我兄弟俩和我爸也会将你打出去。不过我们不是我妹，我们不嫌弃你老不代表她，她会不会嫌弃我就不知道了呀，你以后问她呗。10岁其实也还能接受吧，要是相差20、30岁，那就很难接受了。程大哥心里腹诽着老母亲，早就将苏腾当成女婿来看待。知道苏腾是真的喜欢妹妹，老母亲知道了，不知道会有多开心啊。苏腾第一次出现在程家人面前时，那程家也是将他当成程沁的男友。原来还真的是有意思呀。程沁不是那种退市就退缩就逃避的人，放心吧，他不会逃避的。程大哥安慰了苏腾一句，然后又好奇地问苏腾，你是真的对程沁一见钟情？苏腾默默地摸出了他在机场上捡到的程沁相片，那张小相片一直被他带在身上。他将程沁的小相片递给程大哥看，有点不好意思的道：这是我在管城机场上捡到的。程沁那会儿带着孩子们去管城参加武术比赛，这是他钥匙扣上的小相片。原来被你捡到了呀，他说掉了，没有找到，想着只是掉了钥匙而已，又是在管城掉的，不用担心被别人捡了去，会跑到我们家来偷东西就不当一回事。回来后也跟我们提了一嘴，我们家的门锁还没有换呢。程大哥想拿回钥匙的，想了想又放弃了，将钥匙连同扣上的小相片一起给了苏腾，说道：你捡到了我们家的钥匙，门锁没有换，以后晚上回来可以自己用钥匙开门了。还真有缘呀，捡了钥匙就成我家的人。苏腾怕死程大哥会拿回相片，没想到程大哥连钥匙都给了他。他赶紧接过来。程大哥，我现在能做什么？知道程大哥认可他，苏腾便视程大哥为帮手，忍不住问着程大哥。程大哥说道：你要么留在这里看着，要么回去帮我妈做饭呗。总之你不用管程沁做什么，他晚上会回来的，回来后你们俩再好好的谈一谈，你只需要让他相信你对他是真心的，不是开玩笑的就行。苏腾说道：我会的，谢谢大哥。那我回去帮阿姨做饭吧。丈母娘路线走顺了，走好了，追妻事半功倍。程沁不是被苏腾的表白吓到，他就是不太相信，也是第一次听到有男人说爱他。他从武馆里出来，吹了冷风，冷得瑟瑟发抖，头脑就清醒了。他也没有在外面逛多久，就跑回了家。好在武馆离家里很近，程妈妈还在准备着今晚吃火锅的菜。大冷的天吃火锅才舒服呀。要不是屋里有暖气，她也待不住呀。一进入冬天呢，程妈妈就很少出门的了，买菜都是让孩子们去买。她是南方人，怕冷，就算嫁来云城几十年了，一到冬天她还是喜欢缩在家里。听到开门声，程妈妈走出来看，见是女儿，她问：
这个时间不是还没有下课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外面下雪了吧？锅里有热着的姜茶，你倒一碗喝了，驱寒气。程妈妈说着呢，又回到厨房里去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？你哥他们吗？程妈妈忙活着，也不忘问着女儿。程庆答道：我有点事，先回来的。妈，我爸呢？你爸出去了，说有人请他吃饭，晚上不回家吃饭，让我们做好了就吃。你有什么事？程妈妈扭头问着进来的女儿。程庆支支吾吾，最后不好意思地说道：我来大姨妈了，没有带着卫生棉，就提前下班回来。哦，不是，你不是10号才来的吗？这才25号又来了。家里女性就母女俩。程妈妈自是清楚女儿的生理期，也很关注，特别是女儿在青春发育期的时候，她生怕女儿会因为害羞不敢说，经常提醒女儿不舒服或者不正常了，一定要跟妈妈说。程庆，可能吧，这个月乱了吧？妈，我先上楼去，怕被母亲看穿她的谎言。程庆赶紧上楼，他在自己的房里关上门，安安静静的一个人，往床上一躺，看着天花板，嘴里喃喃自语：苏腾说对我一见钟情，对我的喜欢是男人对女人的爱，他说想娶我为妻，我怎么觉得我在做梦呀？哇，我程庆也有男人喜欢，还是个那么优秀的大总裁。程庆自己对爱情没太大的期待，主要是被老母亲安排了，无数次相亲都已被对方放鸽子结束。他说无所谓，其实对他还是有影响的，让他觉得自己很差劲，不适合当妻子，所以不会有男人真的爱他。他们只会把他当成哥们看待，不能怪他把身边的男性看成哥们呀，是他们先将他当成哥们的好不好啊？初识苏腾的时候呢，他看到苏腾也会心跳加速，会胡思乱想。认识的时间长了，相处起来和他的师兄弟们没什么两样。他在与苏腾独自的时候就很自然了，不会再心跳加速，也不会胡思乱想。他以为他和苏腾之间也是哥们一般的兄弟情。哇，没想到苏腾会说爱他。程庆觉得脸上发烫，就他摸了摸自己的脸，还拍了拍，自言自语着：程庆，你是在害羞吗？是不是有个男人说喜欢你，你就心花怒放了？淡定点，淡定点。苏腾不会像他的那些相亲对象一样担心他以后会家暴，因为苏腾本身也是个拳脚功夫很厉害的人，能打赢他大哥呢，他都不是大哥的对手啊。苏腾能打赢大哥，代表他的武力值在他之上，他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反而是他要担心一下，以后跟苏腾吵架甚至打架，他可能是那个打输，会被苏腾狠狠地按在地上摩擦的人。程庆自床上坐起来，坐到了梳妆台前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看着看着，他笑起来，自信地道：姐长得不丑吗？苏腾是个有眼光的，就是不知道他和苏腾是不适合。他是大公司的大老板，家里是豪门，接触的人非富即贵。虽然他程家也不穷，在云城来说，程家属于有钱人之列的，但与苏家相比，相差太远了。程庆担心苏腾是图他新鲜啊，跟一般的女孩子不一样，等新鲜感过了，他就会喜欢其他女人。男人有钱会变坏，女人变坏会有钱。苏腾那么有钱，人长得帅，对一个人好的时候掏心掏肺，很容易让女人对他死心塌地的。程庆的情绪慢慢的平复，他决定先看看，就也跟父母说说。父母是过来人，吃过的盐多过他吃米。若是父母都相信苏腾，认为苏腾不会变心，认为苏腾是真心的，那他就可以放心的和苏腾恋爱，以结婚为前提的恋爱啊。毕竟他很难得遇到一个不怕他，
以后会家暴的男人，总是要把握住机会的。万一错过了苏藤，她真要当一辈子老姑婆，她能被老母亲念得耳朵都掉。咚咚，敲门声响起。程沁，你还没有好吗？你没事吧？程妈妈端了一碗红糖姜水上楼。妈给你准备了红糖姜水，喝一碗。程沁起身去开门，嘴里说道：妈，你煮的红糖姜水辣得要命，家里的姜估计都被你放完了呢。开了门后，他还是从母亲手里接过了那碗红糖姜水。都不用喝，这闻着姜味就知道辣。那红糖放的再多呢，都带着姜的辣味。况且他妈也不会放太多的红糖。天气冷，你又来大姨妈，喝点姜水怎么啦？辣什么辣？平时偷偷吃辣条的时候，没听你说辣；吃香辣牛肉干的时候，吃山椒鸡爪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辣？程沁，行，我喝，我不嫌辣。对上母亲大人，程沁只有投降的份儿。他家里除了母亲，都姓程，可一家子姓程的，都被他妈这个不姓程的管得死死的。谁叫他爸是个妻管严呢？程沁端着那碗红糖姜水，回到房里的沙发上坐下来。程沁，你是不是有心事？程妈妈跟着走过来，在他的身边坐下，关心地问道。没有呀。程沁不敢与母亲对视，怕被母亲看出他的心虚啊。他尖尖地喝了一口姜水，辣得他直啧舌，嘴里叫道：妈，你是把家里的姜都放进来了吗？这么辣，辣死了，好难喝呀，我不想喝了。你大姨妈不正常，喝点红糖姜水驱寒气吧。程沁，那个妈，我其实是骗你的，我没有不正常。程妈妈瞪着他骗我，你这孩子，身体健康的事怎么能骗妈呢？妈还想着帮你买盒乌鸡白凤丸给你吃，再买一盒阿胶回来，让你时不时蒸点阿胶汤调理一下。年纪轻轻的还没有嫁人，要是生理期不正常，一定要去看医生，调理一下，免得影响了以后的生育。女孩子要重视生理期的问题，不要害羞，不要记忆。程沁说道：妈，你觉得我是那种会害羞的人吗？我真的没事，就是我提前回来，担心妈骂我偷懒，让爸扣我的工资，才编了个谎言骗妈的。还好他妈的动作没那么快，要是真给他买这买那的，让他调理，甚至带他去看医生，知道他是骗人的，能被他妈骂个狗血淋头。你脸皮厚，倒是不像会害羞的人。程妈妈说着大实话，你有什么心事，跟妈说说。没事，你不会提前下班回来呀？对了，苏藤今天还没有回来吧？他平时这个点都到家了。程沁抿抿嘴后说道：妈，人家是大总裁，工作忙，可能晚上应酬去了吧？你还那么关心惦记着他，他只是借住在咱们家的，这里又不是他的家。程妈妈看他就意味深长的到傻不拉几的，想到苏藤向他的表白，程沁在心里腹诽着，该不会是家里人都看出来了吧？然后一个个都没有向他点名，由着他傻傻的把苏藤当成哥们来看待，冷不丁被苏藤表白，还吓了他一跳。这不逃回家里来了。妈，你觉得苏藤这个人怎么样？深不可测，但对你是掏心掏肺，那对我们也很好，很是尊敬我和你爸。程妈妈对苏藤印象很好，丈母娘看女婿那是越看越喜欢的。苏藤呢，借住在程家，就让程妈妈天天看到他，对他的了解更深，深不可测。程沁没想到母亲会这样形象苏藤，在他看来，苏藤很豪爽，性格亦温和，很好说话，不像是深不可测的人。就他看到战印的时候，战印就给他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。苏藤没有给他那种感觉。苏藤是个商人不假，但又不仅仅是商人那么简单，他肯定还有事情瞒着我们，没有告诉我们的。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秘密，
不可能都告诉别人的。程沁替苏腾说话，程妈妈却说到你想想初识他的时候啊，哎，他不是装的不会功夫吗？那你帮他一回，他一口一个救命恩人，非要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然后对你各种好。可能是妈电视剧看多了吧，妈总觉得苏腾从一开始就在算计你，算计你成为他的救命恩人，那样他可以光明正大的接近你，对你好，你还不会多想，说不定呀，你就他的那个晚上遇到的，飞车党都是他安排的呢。现在的治安都不错，很少再有飞车党出没的了，更不要说人数众多的飞车党。管城的警方能让他们晚上出来？程沁妈，你是电视剧看多了，想的真多。我有什么值得苏腾算计的？咱们家又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，我就在自家武馆上班，个人身家都不如苏腾一天的收入呢。他算计谁都不会算计我，况且帮他的那个晚上，的确是我第一次见他，第一次见面，谁也不认识谁啊。他无端端的算计我做什么？他做生意做得还很大，会得罪人，遭到别人的报复。仇家请人去拦他的车，想对他不利也不是不可能的。程沁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值得苏腾算计的。要是说他拥有几百亿的身家，苏腾算计他还说得过去吧。他一个月就1万几千块钱的工资，家里有钱，但那是父母的钱，不是他的。他可以说无权无势也没钱，谁会算计他呀？老妈想的真多。程妈妈伸手就戳着女儿的头，有点没好气的道你啊，总是把人想得太好了，不是刚出社会了还这么天真，那么容易相信人。苏腾一个未婚的大龄剩男，你说他图你什么？想算计你什么呀？他看上你了呗，算计你成为他的女人呗。这样的想法你都没有，怪不得你相亲无数次都是被人放鸽子的，也亏了苏腾看上你了，否则呀，还真要你2个哥养你一辈子呢。程沁亲妈，他相亲被人放鸽子1次2次，他无所谓，本来他也不想相亲，但是次次如此，他的自尊心还是受到了打击的。老妈还当面说出来，不是亲妈都不会这样说。妈，你们早就看出苏腾对我有意思了，看你的反应，听你的口气，你是知道了。哟，不错呀，变得聪明敏感了。我以为你被瞄上1年半载都反应不过来呢。亲妈知道苏腾瞄准了他，也不点醒一下，反而对苏腾更好了。老妈是将苏腾当成女婿看待了，怪不得父母兄长对苏腾都不再像最初那般小心客气，而是像对待家人一样随意。他老妈甚至会像念叨他兄妹一样念叨着苏腾，他还担心老妈经常念叨苏腾，苏腾会生气，私底下跟苏腾说不要，将他妈的唠叨放在心上。他妈就是这样的人。现在想想呀，程沁觉得自己就是猴子，被耍得最狠的那个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程妈妈饶有兴趣地问着女儿。在她看来，这个闺女像个男孩子，短短的1个月时间，按理是发现不了苏腾的心思的，那肯定有人告诉了女儿啊。